参见阎君。归位之时，莫要贪恋人间。是。我本是阎君身边的童子，可却与妹妹错换命格，沦为替妹妹续命的残破草芥。18年来，我每月初1受鞭，15驱邪，只为了替她赎罪。我以为熬过7月15，就能嫁给许诺护我一生的未婚夫。算上今天，这是谢之恒第19次避开婚约不谈了。之恒，你是不是不想和我成婚？南枝，瑶瑶说她是童子命，活不过20岁。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做我的妻子。瑶瑶是真童子，那我是什么？那你呢？你怎么想？南枝，我们还有漫长的一生可以做夫妻，但瑶瑶只能活半个月了。你什么时候娶我？我的瑶瑶才是阎君身边的小童，她命苦啊！南枝，你从小就疼瑶瑶，你也不忍心看着她遗憾离开吧？答应我，好吗？好。你放心，等了结了她的夙愿，我们就永远在一起。没有永远了，这人间，我只能待到7月15。南枝，为娘知道委屈你了，可是你妹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你就再忍忍，算是为娘求你了。好。你呀，风往小往前的风往前往后并行。57、58。今天是7月初1，还有14天。之恒哥哥，姐姐答应你娶我了吗？那如果我过了18岁生辰就死去了，你是不是就要娶姐姐了？不论生死，我此生只会有你一个妻子。原来谢之恒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。姐姐，你身上怎么都是血？今日是初1，我送你回去。青瑶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许是方才下秋千的时候不小心崴到了，不碍事。之恒哥哥，你先陪姐姐去吧，我自己可以去看郎中。胡说什么？现在你才是我的未婚妻。原来爱与不爱的区别真的这么明显。大小姐，侯爷怎么能这样对你？5年前你为他挡了一刀，他明明说要用一辈子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的，现在他却跟二小姐在一起，对你不管不顾。南枝，南枝，你一定要活下来！我要用我的余生对你好，去偿还你的救命之恩。
或许对他来说，一辈子就这么短。我认得你，你就是与我有娃娃亲的陆家南枝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小姐，该去施粥了。每月初二，母亲为了给陆清瑶积攒功德，都要我支棚给乞丐们施粥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这是御赐的金疮药，对恢复伤口很有好处。不必了，以后你是我的妹夫，我们应当避嫌。陆家小姐10年如一日的施粥做善事，敢问小姐是陆家哪一位小姐？我们日后必当为小姐筑庙，感念小姐仁心。这是陆家二小姐陆清瑶。南枝，清瑶只剩13日就回。陆夫人让你施粥，本就是为了清瑶积攒功德。答应我，不要跟清瑶抢好吗？上一次，你让我别跟清瑶抢本属于我的婚事；这一次，你要我不跟清瑶抢我亲手做的善事。下一次呢？南枝，他时日无多，你再忍忍不行吗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陆清瑶不会死。我本以为你会把你的偏心藏好，既然你藏不住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你于中元节方都城门大开时去了人间，是为历劫。你在人间行善，受你恩惠的人会为你筑庙，待你离开世间，便会受到相应。这功德可从不是什么人间的名声。瑶儿，这样的天伦之乐，我们母女却不能多享受几日。娘，我不想死，我还想给爹娘尽孝。老天无眼，为什么要带走我最爱的孩子？爹，你是尚书大人，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留在世间，让我留在世间，留在你们身边？为父年轻时便有人说过，我命中必丧一女。后来我3叩9拜，一路到了寒山寺祈求菩萨，若我命中必须失去一个女儿，瑶儿，爹希望失去的不是你。爹，12日之后，你就会如愿了。小荷，生盘火来。是。这是谢之豪亲手打的簪子，他在雨夜跪了很久，求来了保平安的银镯，还用军功换了同心锁送我。小姐，火来了。小姐，这画你最是珍惜，每晚都要拿出来观摩，何苦要烧掉它？我和谢之恒婚事作罢，留着这些已是无用，不如一把火烧了干净。南枝，你积极了，嫁我做我的后夫人好不好？我感觉得到，谢之恒送这些的时候说的话都是真心的。遗憾的是，他的真心朝夕顺变。小姐，你不要太伤心了，是小侯爷没福气娶到你，小荷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小荷从小就跟着我这个爹不宠娘不爱的陆家大小姐，在府中受尽了冷眼。好，这些烧不掉的，你明日拿去当铺当了，换成银子贴身藏好。小姐，这可是你心头好啊！以后你会明白的。碎银子在此间最容易护身，我始终要离开这世间的。小荷，这些银子是你往后的退路。南枝，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
没事，只是没休息好。今日是初3，我来接你一起去看望我母亲。曾经，谢母厌恶我，生前死后都不想让我进门。是她违背王母遗力，也要牵着我的手去坟前叩头，求得认可。以后我就不陪你去了，毕竟你现在未过门的妻子是我的妹妹陆清瑶。陆南枝，你为什么要和青瑶争风吃醋？难道你不希望获得我母亲的认可吗？南枝，来人，去叫大夫！南枝，你怎么会吐血？我没事。离7月15越近，你的身体就会越虚弱，直到鬼门大开，你便会死去，魂体回归防洪城。可这些话就算告诉谢之河，他也不会信，他只会觉得自己在争风吃醋。现在离7月15只有11日。大小姐身上鞭伤未愈，有气急攻心，这才吐了血。先吃几副药，好好养着。南枝，今天是我话说重了。只要以后你不再针对青瑶，等她走后，你我之间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。那她走了之后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？我答应她走后，为她守节10年。你照顾姐姐辛苦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好，难为你这身子，还亲自下厨。姐姐，这是我亲手为你熬的药，你要全部喝下才好得快。好，好痛！青瑶，你怎么样？志恒哥哥，我手没事，只是心里有点难过。方才听说姐姐吐血，我亲手为她熬了药，只是我没想到姐姐还在因为你要跟我成婚而记恨我，连我喂的药都不肯喝。放心，她会喝的。喝下去，别辜负青瑶的好意。我不喝，那药太烫了。你推开药汁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青瑶会被烫伤？志恒哥哥，虽然我们要成婚了，可一想到你和姐姐曾经那么相爱，我就难受。从前我与她确实两情相悦，但往后余生，我爱的人只会是你。小姐，你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好燕呢？我没事。以前你只是不小心被刺翼树扎到了手，他便下令拔了京城所有的刺翼。如今他要娶二小姐，就忘记了曾经吗？随他去吧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小姐，喝药吧。喝不进去了，我的肉身已经开始在拒绝人间的苦药了。快点儿，长宁侯给二小姐准备的嫁妆抬进来了。小姐，这些日子，老爷和夫人都在忙着准备二小姐的婚事，这才没空来看你。你不要难过，有你陪着，我不难过。南枝，你好一些了吗？娘，我好痛。这些日子你妹妹要成婚，娘太忙，才没空来看你。我知道。南枝，你妹妹成婚，你是姐姐，也该表示心意。不如就把长宁玉戒送给你妹妹吧，这也算是物归其主。
长宁玉姬，谢之恒亲手许给我的正妻信物。娘，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，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如果我也活不过18岁，你也会像对妹妹这样待我吗？我知道了。明日是15，你还是去佛堂为你妹妹3叩9块祈福，就不必来参观大婚了。分都城门子夜开，童子速归位。大小姐醒了就换身衣服洗漱，夫人说了，礼不可废，请去佛堂吧。青瑶，小心！大小姐，快些去佛堂吧。之恒哥哥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看到了一个旧友。旧友，谢之恒，真正两情相悦过的人，是做不成旧友的。南芝，你怎么没来观礼？你今日成婚，我身份特殊，不好来参加。原来如此，青瑶以为你在怪他，这下他便不会不高兴了。原来折返回来也是为了哄他，怕我搅了他的兴致。南芝，我和青瑶的婚礼很快就会完成，等到洞房之后，我便来寻你。快快等我，好吗？谢之恒，我不会等你，以后我都不会再等。我与你10几年的情谊，不等我，你能跟谁在一起？南芝，你若是再闹，信不信我便真的去做青瑶的丈夫？你是谁的丈夫，与我无关。我竟觉得眼前的陆南河有些陌生，没来由的心慌。我们的女儿虽然出嫁了，但她永远都是我们最爱的孩子。老天爷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她能活过今日。爹娘，你们放心吧，她不会有事的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去找夫人和老爷，今天让小姐你就别跪了。不要紧，别去找他们，就让我了断在这个世界最后的缘分吧。此时一到，他们便再也不会相见了。明日是15，你还是去佛堂为你妹妹3叩9块祈福。答应我，不要跟秦瑶抢好吗？若我命中必须失去一个女儿，瑶儿，爹希望失去的不是你。小姐，你不要再跪了。这是劫，渡过去，我就解脱了。佛祖在上，我还有最后3愿。1愿，从此不再轮回入这世界。一拜天地。2愿，斩断这世父母亲缘。2拜高堂。3愿，我与谢之恒此生不复相见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小姐，楼已经磕完了。小姐，你已经不欠他们什么了，我去找大夫。不必了，小荷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其实，我才是陆家的那个真童子命人。今日是我18岁生辰，我注定活不过今夜。小姐，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童子，我只要你活下去。别怕，人都会死，我死后会回到阎君身边，你要好好的活。
我会保佑你。小姐，求求你，别丢下我一个人守着这冷掉的院子。小姐，离城归位。志恒哥哥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怎么还不进来？青瑶，你怎么没事？先前那个算命先生，还有伯父伯母，他们说你是真童子命，活不过18岁生辰。刚才子时已过，你竟然分毫无碍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或许是佛祖保佑，又或许是姐姐在佛堂叩首祈福灵验了。既然你已经没事了，我该去找你姐姐了。知信哥哥，今晚是……谢之恒，我不会等你，以后我都不会再等你。从前只要我一回头，南枝都在。为什么今晚我总觉得那条路好像断了？小何，南枝怎么了？侯爷，你还回来做什么？侯爷，你们知不知道，我们小姐才是真童子，我们小姐才是真童子。不过如今她已经下到地府去陪阎君。不可能！南枝，你别睡了，我回来了，礼已经成了，你快睁眼看看我，身体还是暖的，他没有死，他只是累了。侯爷，你和大小姐青梅竹马10几年的情分，你为什么转头要娶二小姐？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小姐这些日子日日可省，你不但一次也没来看过，还总是语出伤人，这府里的下人见风使舵。大小姐病成那样，连口热粥都喝不上，你可知她最后这段日子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她那么爱你，甚至愿意去给二小姐磕头祈福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辜负她，让她那么痛苦的死去？南枝，不信你会死，我带你去看大夫，找全京城最好的太医，我们还要过一辈子的。侯爷，你放过小姐吧，她已经解脱了。侯爷，雨太大了，给小姐遮一下。侯爷，只要找到大夫，他只是太累了，他只是睡着了。开门！大夫！救命！南枝，没事，马上就到了。大夫，救救南枝！侯府的官职、黄金铺子，我都可以给你，求求你开开门！南枝，你会画好吗？求你了！大夫，快看他，他不回我话，求求你救救他！侯爷，人已经走了，他心脉已断，魂气已散，节哀，送他回去吧，莫让他在雨里遭罪了。南枝，你怎么就这样离开我呢？南枝，你起来看我一眼。明明昨天你还问我是不是不想娶你。志恒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……姐姐怎么了？
志恒哥哥，今天是……我会写休书给你。陈天亮，你今日就离开侯府吧。侯爷竟然抱回了大小姐，二小姐进门第一天就被休，这长宁侯府变天了。陆南之，你死了都不放过我！瑶儿，我的瑶儿没死，太好了，这道坎终于过了，谢天谢地，瑶儿有后福，你以后再也不会有事了，咱们一家人以后终于能好好在一起了。今日是你回门之日，为什么一个人回来了？谢之恒呢？他昨夜洞房就离开了，今早抱着姐姐回来，当着满府下人的面说要休了我。混账！谢之恒简直欺人太甚！你姐姐呢？她怎能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事？竟在嫡妹成亲之夜勾引妹夫，还有没有廉耻心？走，去侯府！他竟在这种关头毁了瑶儿！娘，姐姐许是还没睡醒，莫要还在为你姐姐说话，他都要毁了你了！我和你爹这就去侯府讨个公道。我也要问问那谢之恒，怎可如此朝秦暮楚，平白糟蹋我的女儿！听说了吗？侯爷要休妻，哪有成婚第2日就要休妻的？这陆家二小姐到底做了什么惹恼了侯爷？你是不知道，咱们侯爷跟陆家大小姐那是打小的娃娃亲，青梅竹马，娶陆二小姐，完全是因为他说自己是什么真童子，活不过昨晚，非要临死前圆个念想。啊，临死想嫁？可我看刚才二小姐走过去的时候，那步子比谁都扎实，哪像要死的样？可不是嘛，现在府里私下都传呢，是这位二小姐眼馋侯夫人的位置，故意演了一场死里逃生的戏，平白占了嫡姐的夫君。放肆！这就是长宁侯府的规矩吗？奴才竟敢妄议主子！瑶儿，娘没想到你姐姐竟然背着我们私下勾引之恒，把这些脏水都往你身上泼。娘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相信姐姐是真的盼着我好。走，今天谢之恒不给陆家一个说法，我定要在朝堂上请旨参他一个始乱终弃。去告诉你们侯爷，我父母长辈亲临，特来接我姐姐回家。志恒，当初订婚时，老侯爷与我也说得分明，你现在已经娶了青瑶，拜了天天，就是青瑶名正言顺的丈夫，为何还要与南枝不清不楚，将她藏在房内，简直荒唐！陆伯伯，陆伯母，南枝她已经死了。之恒，是南枝教你这样说的吧？南枝，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抢妹妹的男人，这话说出去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这种不知廉耻的手段，还真是不如真的死了算了。陆兄息怒，志恒，为父知道你对南枝有情，但不可胡闹，哪怕是为了南枝的名声，你也不能在大婚次日将她藏在侯府，这让满京城的百姓怎么看我谢家，又怎么看南枝？谢兄所言极是，我陆家的女儿断没有在侯府做这种不明不白之事的道理。陆兄，莫要动气，走，随老夫进去。陆南枝，你给我起来！为了跟妹妹抢男人，什么阴私的后宅手段都用上了，简直丢我陆家的脸！你给我起来，别在这装死博同情！南枝，
南芝，你别吓娘！侯爷，御医和寒山观的道长来了。陆尚书夫人，陆大小姐心脉早已停跳，昨夜就已经走了。道长，你救救南芝吧，只要你能让她死而复生，哪怕是要我的命去换，我都愿意。陆尚书、陆夫人，以前贵府二位小姐出生时，贫道就曾批过，大小姐是真童子命，活不过18。本以为这么多年你们已经做好准备了，这怎么会？陆尚书，真相已明，当年是你夫妇二人忙中出乱，给搞错了。真童子命的一直都是南芝小姐，南芝小姐自己也知道，不止一次告诉过你们。娘，我总是梦到阎君，他说我是他身边的小童。走开，别学你妹妹骗宠。嫡女以命相牵，你们为何从不再找我求证一番？南芝，我的女儿啊！夫人，你保重！娘，你别这样，姐姐已经走了，你还有我。陆伯伯、陆伯母，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，南芝都是我谢志恒这辈子唯一认定的妻子。志恒，南芝已经……先前为了完成青瑶所谓的夙愿，我伤她至深，让她在佛堂活活疼死。现在我要将她葬进我谢家祖坟，牌位入谢家祠堂。志恒哥哥，你非要如此吗？姐姐已经走了，昨晚拜堂的是我，入洞房的也是我，或许天命如此呢？天命？若这世道是天命，那我谢志恒便逆天而行。我不签。从此你与我谢家再无关系。那是长宁侯府，怎么成婚第2天就办丧事，还是以原配夫人的规格下葬？南芝，这里安静，我陪着你，再也没人能来吵你了。南芝，谢之恒那小子派人守在山下，不准我们去你的墓前祭拜。我和你爹本来不是这样想的，我们以为你一辈子平安顺累的。我们本想等你妹妹走了，就好好的补偿你，你要什么爹娘都给你。可是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，伤害我的孩子？南芝，是爹娘不好，是爹娘活了大半辈子，却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认不得。我们总觉得你有漫长的人生可以等，却忘了你也是肉体凡胎，会疼，会流血。若有来世，我们还愿意做你的爹娘。到那时，让我们偿还自己的过错。这位壮士，请留步，我认得你，你是当初陪着陆家小姐去城南施粥的那位贵公子。5年前，那时我还是个快要饿死的乞丐，就在城南破庙外，是那位陆小姐亲手递给我1碗热粥。
小姐心地善良，请问小姐芳名？日后若我有了出头之日，一定立碑纪念。她是尚书府二小姐陆清瑶。多亏了那位清瑶小姐的粥，我才能活下来。后来做起了药材生意，我一直记着我的诺言。去年，我散尽半数家财，在城南为清瑶小姐筑了德行庙，供人香火。壮士，清瑶小姐，现在她人还好吗？对不起，我骗了你们。那年在大雪中救你们的，不是陆家二小姐陆清瑶，她是陆府大小姐陆南枝。那陆大小姐现在在哪里？她死了。死了？你说什么？5年前的7月15，她就死了。你当初骗我们，说救命恩人是二小姐，害得我拜错了5年的神。你就是骗子，是不是你害死了大小姐？是不是？你说啊，是不是你？像他那样好心肠的人，怎么会年纪轻轻就病死？一定是被你们这些薄情寡义的人害死的。大吧，再狠一点。疯子，败类！这庙里的神位，我这就回去改了。你不配守在这里，你这种人下地府都要遭油锅。南枝，南枝，是我看错了吗？是你来接我了吗？奈何桥，我竟真的来到这里寻他了。小心！南枝，奉严军令，在奈何桥闹事者，皆魂飞魄散。南枝！兄弟，你认识玄童仙子？仙子，他不曾是严君身边的小童吗？兄弟，那是老黄历了。玄童大人转世为人那18年，虽受尽苦难，却依旧乐善好施，为这地府积累了海量的功德。他归位那天，万鬼齐哭，金光照亮了整个半步多。如今天界已经下旨，正式敕封他为玄童仙子，掌管这奈何桥一带的秩序。不过，你跟玄童仙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乔生告诉你，要是有那位仙子罩着你，你在这阴曹地府能横着走。她是我在人间的未婚妻。行吧，咱俩也算有缘。我有个兄弟在玄童仙子府上值守，你要是愿意，便替他值1日的岗。这样等仙子巡视回来，你站得近些，总能见上一面。大恩不言谢。南枝在人间时是最不喜欢刺害的，为什么这里竟全是这个？南枝，你怎么样？让我看看，传令下去，将京城所有刺灰拔除干净，我不许南枝再受半点伤。莫要发愣，在这守好了。兄弟，新面孔啊！听那些阴差嚼舌根说你是为了咱们仙子专门求来的名额。是。
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玄通大人如雷贯耳，地府秩序掌理人，最是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他若是知晓你私自与人顶替岗，你们谁都没有好果子吃。我知道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暴露的。南枝在人间时，性子最是温婉，现在他应当不会难为我吧？恭迎玄童仙子回府。你们都下去休息吧，不用值守了。南枝，怎么是你，谢之恒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顶替身份，私闯我的府邸！南枝，我不是故意冒犯，我实在太想见你了。自从你死后，我悔恨交加，在人间守了你的坟整整5年，日日夜夜，我都在想，若是当初能早点认清自己的心，我们何至于此？够了，谢之恒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在我踏入奈何桥时，那情分已被你亲手斩断。如今站在你面前的是玄童仙子，人间的因果，我也好，你也罢，都该忘了。今日已晚，你速速离去，看在往日那一丝微薄的情分上，明日我会差人带你去见轮转王，送你去投胎。南枝，不离，我不走。大胆孤魂，不得对仙子无礼！谢之恒，你是不是想再死一次？南枝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，以前的你温柔大方，满眼都是我，连说话都怕惊扰了我。现在的你，为什么动辄便要把死字挂在嘴边？谢之恒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拜见玄童仙子。你口中那个陆南枝，只是我在人间历劫的一世。他早已随着那场大雪死透，彻底不存在了。我对你既无爱也无恨，你在我眼里与这地府的万千孤魂并无区别。把他丢出去，守好府门。若是再让这种肮脏东西混进来，你们几个统统收拾东西去畜生道投胎吧！这疯子，我跟你说了，别惹仙子，别暴露身份，想死别拉上兄弟们垫背，赶紧滚！别让老子再在东方城见到你。若是再有下次，仙子不杀你，老子必让你灰飞烟灭！南枝，你做的这样狠绝，不过是想让我愧疚。你越是想撇清关系，越说明你还在生我的气。娘，儿啊，我的之恒，你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？这5年来，我在人间守了南枝的坟，日日夜夜悔恨交加。陆家散了，谢家也败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娘早就在人间说过，那陆南枝命数硬，绝非良配，更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偏不听。娘，这不关南枝的事。当初是我被陆清瑶蒙蔽，辜负了她，是我对不起她。娘知道你对他情深意重，可你们的缘分在断气那一刻就了结了。他早你5年下来，指不定早就喝了孟婆汤，在哪家农户投胎了。不，娘，我已经见到他了。之恒，你听娘一句，
我见陆南之第一面就不喜欢他。如今娘在这地府不仅得了封赏，也是有几分道行的。既然他在这地府当了牢盒子仙子，你若再如此执迷不悟，下次为娘见到他，可绝不会再对他客气了。地府众生皆可修炼法术，可终究只是阶下囚在苦悟，而南之，那是天界赤峰的执法者。娘，南之他现在……志恒哥哥，是你吗？青瑶，你怎么也……志恒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瑶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这里，但有人把我带到了你这里，让我先在你这里待着。志恒哥哥，我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是，这里是地府东方城，你我早已是一根绳上的鬼魅了。原本南之对我避而不见，如今青衣也死了，她是南之唯一的亲妹妹，正好有理由去找南之了。志恒哥哥，这是哪里啊？这府邸看着好冷清。这里是你姐姐的府邸。青瑶，你初来乍到，在这地府无亲无故，我想过了，你最好还是和你姐姐待在一起，她是这府里的主人，能护着你。不，我不要，志恒哥哥，我不要和姐姐住在一起。你知道的，她从小就不喜欢我，在人间时，爹娘宠我，你又娶了我。她比我早死5年，定然把这账都算在了我头上。她肯定对我心怀怨恨，想折磨死我。只请哥哥，你不要把我送到姐姐身边好不好？我害怕，求求你了，你就把我留在你府里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哪怕是个端茶倒水的丫鬟。我为了完成你的愿望，害死了那个真心爱我的南之。只要能跟着你，我干什么都可以。不必再说了，我心意已决。你是她的亲妹妹，她理应照顾你。南之，你看谁来了？青瑶。陆南之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死了还要缠着我的儿子！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死了还要缠着我的儿子！本间泼妇，敢对玄童仙子口出恶言，亵渎神明，以冥府律法，应受拔舌之刑。你说什么？陆南之是玄童仙子？原来是你！你们这一家人死了，竟然也这般没完没了。带下去吧，冲撞仙驾，按律丢到拔舌地狱，服刑100年。南之，手下留人！南之，且慢！我娘她只是一时糊涂。今日我和我娘来，其实是想把青瑶送到你身边的。她是你的亲妹妹，如今天界赐你府邸，她理应跟着你，受你照拂。姐姐，在人间时，你虽不喜欢我，但到底我们血脉相连。如今我落得这般田地，你若是不照顾我，我当真没地方去了。上一世结束后，你就已经不再是我妹妹了。在我眼中，你的母亲，还有谢之恒，都只是地府千万亡魂中的一个，并无二他。律法严苛，私结2里是大忌，带走。志恒，救我！志恒哥哥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姐姐也真是，就算还记恨我们当初的事，可她现在都当了神仙了，怎么能连亲人也不认？志恒，救我！
连谢婆母都不放过，何况谢伯母生前那是待她亲生女儿一般，差点就成了她的嫡亲婆婆。她如今这般无情，若是让地府的主管知晓了，定不会饶她。我方才在黄泉路上听那些引路的小鬼说，地府礼法最是严苛，还有个叫查查司的地方，专门审理这种神职人员滥用职权、忤逆不孝的事。生如浮云，死亦归尘。请京城引灯起，诸魂别对。南芝，是你吗？我的女儿。是我，陆夫人。南芝，你喊我陆夫人，也是，以前是我这做娘的糊涂。女儿，娘没想到死后还能再见到你，让娘看看。鬼魂退后，不得对玄童仙子无礼。玄童仙子，好，娘知道你现在过得好，娘就放心了。南芝，娘这些年一直很后悔，在人间时，娘的一颗心都在妃身上。明明那个家是靠着你的气运撑着，我却总怪你娇气，还让你受鞭挞。对不起，南芝，对不起。启奏玄童仙子，地府出事了。讲，您在人间的丈夫谢之恒，伙同您的亲生妹妹陆清瑶，正联名在查查司击鼓鸣天冤。他们状告您滥用职权，公报私仇，强行将陆家婆婆关入拔舌地狱，并意图谋害亲妹。什么？清瑶和之恒，他们告你？他们一家人果然是无论生前死后都不肯放过我。此亡魂生前与此案有关，将其与我也并带回地府受审。既然想闹，我就陪他们闹一场。娘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混账！你这孽障，你怎么能跟着外人一起告你姐姐？娘，你又是为了他打我，从小到我就没见你对他动过一片衣角，如今到了地府，你还要为了他打我？你亏欠南芝多少，你心里没有数吗？那是他的命，那是他的福气，都被你占尽了。一码归一码，当初搞错八字的是你，把真童子当成假童子养的是你，连谢之恒要休了我，都是因为他心里有他。这些难道都要怪在我头上吗？难道我就没有被爹娘宠爱的权利吗？恕是你自己狠心，是你自己区别对待。现在你做出一副慈母的样子给谁看？公堂之上，口无遮拦，肃静！玄童仙子，谢之恒状告你拘走他母亲魂灵，可有此事？陆南芝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死了还要缠着我的儿子！陆大人，今日之事非我公报私仇，乃是此魂对我这执法仙子不敬在先，口出恶言，亵渎神威。我依地府律令，将其丢入拔舌地狱，服刑100年。陆大人看此举是否合情合理？谢母生前口业变重，死后冲撞先职，玄童仙子判罚精准，无过。南芝，
我知道我母亲不对，可她到底是长辈。我让青瑶陪我来状告你，也不是我本意，我只是不知在这茫茫地府要如何找你，才出此下策。南枝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求你放过我母亲吧，好不好？你曾经不是最希望得到她的认可，最希望她能真心待你吗？谢之恒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不是人间的那个陆南枝。世人皆以为活着是苦，却不知执念才是苦。人死之后，若无执念，七情六欲尽数散去。你是说，你对我的感情一点都没了？对，全无半分。南枝，对他没有了，那对娘呢？对娘的感情也没有了吗？对你的感情，我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磨灭干净了。南枝，我生了你一场，我是你的娘，以前是娘糊涂，是娘欠你的，我好不容易能在地府再见到你，你给娘一个机会，让娘补偿你好不好？请自重。陆夫人，有一点你记错了，你虽生育我，却未曾养育我。那18年，我是靠着自己的气运替陆家挡灾，才换来一线生机。但我已不需要你的补偿，因为在死前那一刻，当我在佛堂磕完最后3个响头时，我就已经向菩萨起誓，斩断你我父母亲缘。若有来生，生生世世永不相见。南枝，我的儿啊！娘，你快看，爹爹给咱们准备的房子好大呀，还有这么多种人伺候。娘，我要住最大的那个院子，那个院子里种满了红色纸花，最是漂亮，正配我的身份。去，把这府邸最大、采光最好的那个院子留出来。谢谢娘。任何人都不许住进去。青瑶，你若还有一丝良心，就知道那个位置该留给你姐姐。虽然她不认我，但我这当娘的得给她留个家。娘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难道忘了陆南枝在查查司说的话吗？你在死之前就一直念着，死后又眼巴巴的去热脸贴贴冷屁股。他当众说要求菩萨断了亲缘，他都不认你这个娘了，你凭什么还要对他这么好？凭什么还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一个死人？青瑶，娘如今不想跟你争什么，娘只想让你姐姐原谅我。你若非要跟你姐姐抢这个院子，那你就别住这儿，回你的地府黑屋去。不住就不住，你有本事就把这宅子全送给他，看他会不会多看你一眼。陆清瑶，据冥府审查，你生前非法享受了不属于你的供奉，且数目巨大，一律需剥夺神识，押入思过房复核。跟我们走一趟。什么供奉？我死后除了爹娘烧的那点纸钱，什么都没见过。不属于青瑶的供奉，难不成是当初南枝用命和鲜血为他求来的那些福报和功德？娘，救我！去找志恒哥哥，他从前最疼我，去找他救我。志恒，谢志恒，瑶儿被抓走了，你快出来救救他呀！陆夫人，请回吧。我家侯爷3日前便离府了，至今未归，谁也不见。南枝，你若是再这么吃下去，本君的贡品可都要被你吃光了。南枝，你都在本君这里躲了2日了，
怎么，当真不准备回你的玄同府了？燕君，这账说到底该算在你头上。若不是你当年非让我去那陆家投胎历劫，我何至于受够了那18年的安扎苦楚？遇上陆家那门子亲人倒也罢了，还得碰上谢之恒那样的负心汉。现如今他死了，带着一大家子阴魂不散的堵在我府门口。我若回去，看着那张脸，只怕连隔夜的香火都要吐出来。你是堂堂执掌地府秩序、万鬼畏惧的玄同仙子，手里握着破魂幡，竟还怕他一个区区孤魂？我不是怕，但我不想看到。再说了，我生前命苦，死后又没名没姓，断了亲缘，自然也没个正经的凡人供奉。整日闻着地府的香灰味儿，总归是怀念人间的烟火美味。本仙祖不来阎君这里蹭口饭，能在何处打牙祭？南芝，你有口福了。你若是想吃人间的供奉，不必在本君这里蹭，因为你马上就能吃到。阎君大人，为了赶我回府，您这种谎话都说得出来？除了尚书府，谁还记得我？真假与否，跟本君亲眼去瞧瞧便知。陆大小姐，不，南芝仙子，原来这些年，一直是你在为我们舍舟布施，救我们于水火。可怜我们这么久都被蒙在鼓里，那长宁侯谢之恒真是丧尽天良，竟然骗了我们整整5年。一提到那个叫谢之恒的，我就替大小姐不值，他竟然以此博名声，简直无耻。听到仙子仙婿的消息，陆某只觉上天不公，仙子这般良善，怎能没个供奉归宿？今日我等在此为南芝仙子铸造金身，我陆人对天盟誓，后世子孙定当日上香，愿仙子在天有灵，早登极乐，免受地府轮回之苦。现在高兴了吧？本君可没骗你。我都记得他们。那个领头的商人，每次我开棚施粥，他总是排在第一个。那时候他衣衫褴褛，饿得手抖。接过粥后对我说，等他发了财，一定要报答我。以前我总觉得人性自私，可现在看来，这些仅仅是被我随手帮助过的陌生人，尚且记得我的好，甚至倾尽家财建庙。可我在人间那所谓的至亲父母、挚爱的未婚夫，却对我弃若敝履，觉得我连根草芥都不如。本君忘了，现在的她已不再是那个总在她左下打瞌睡的凡间小女童，她是玄同仙子，直受天命，与自己的神职虽有瓜葛，却已是平起平坐的神仙。做人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，那18年过得像场笑话。阎君，你做什么呢？没事，许是批改院钻久了，本君这手脚有些僵硬，活动一下罢了。难得受着人间香火，总得给这些记挂我的生灵一个交代。显灵了，快看，南芝仙子显灵了。这些善缘，我会一笔笔还。该回去了，人间光景太短，待久了对你仙缘不利。我想再去看一个人。小姐，你就别磕了，我们走，离了这陆家，我们也能活。小姐，小荷没本事，做不出侯府那种名贵的点心。今天我托人带了这京城最好的桃花蜜，亲手给你做了桃花糕。不过小姐，现在桃花已经开过了，想再吃新鲜的桃花糕，只能等明年春暖花开了。她就是小荷，
我生前的侍女。本君知道，为了保住她那一线生机，你曾替她改过命，越过了冥府的法度。感谢严君当年从轻处罚。袁同，小荷寿命未尽，此乃他命中一劫。若此时自裁，魂魄将永困枉死城，日日受尽自尽之苦，不可胡来。玄童仙子私改人间命格，违反明律，判入无间炼狱刑房，受刑2年。为了一个凡夫走卒，险些仙命不在，值得。这人间万般皆假，唯有他的心是真的，值得。小荷，你要好好的，替我看看这人间的春夏秋冬，看他过得好，我心里最后一点人间牵挂也就彻底放下了。走吧，该回去了。南枝，我等了你整整2天2夜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谢之恒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本仙子要去哪里，难不成还要跟你这一介孤魂请示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南枝，我只是担心你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求你放了我母亲吧。这2日我闭上眼，满脑子都是她在炼狱里受苦的声音。你母亲？你不说，我差点把这件事忘了。谢氏生前造下诸多口业，辱骂仙官，藐视公堂。本仙子已定下判词，在拔舌地狱受刑1年，刑满之后便会被同入畜生道。因他言语恶毒，下辈子他会做一个哑女。哑女？畜生道？陆南枝，你怎么会变得如此狠心？那可是我母亲啊，也是看着你长大的长辈。她是你的母亲，然后呢？我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生前你那么爱我，现在却对我的家人这个样子？明明我已经来认错了，我在这门口守着求着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你若是恨我，便冲着我来，为什么要祸及我的母亲？我认识的南枝，端庄大方，是非分明，绝不是这样冷酷无情的女子。听着，以后这谢之豪再出现在玄同府方圆3里之内，不必通报，直接打散他的魂光，将其赶走。南枝，劳烦你再来一趟查查司，此处又出了一宗移花接木的陈年旧案，需你到场核实。陆清瑶，本官查你往生簿，你生前从未有半分功德，死后却占据了巨额本属于你姐姐的凡间香火，偷取神格功德，乃地府重罪，你可知罪？我没有啊，什么香火？我根本不知道陆大人在说什么。姐姐，不，仙子，你帮帮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。你也知道，我在人间时体弱多病，连门都不出，哪有本事去偷什么香火？陆判大人，这事儿他确实不知情，因为这些被转移的香火与功德，全都是谢之恒替他谋划。南枝，是你叫我来的，你终于愿意见我了吗？大胆谢之恒，于凡间受南枝仙子活命之恩，却欺瞒众生，将百姓对陆南枝的感激愿力强行灌在陆清瑶头顶。如今天界香火已移，陆清瑶无功受赏，你可知这是在断仙子的道途？你为何要这样做？她是尚书府2小姐陆清。问你话呢？小的人间糊涂，
试图以此移花接木之法为青瑶积德，小的愿受地府责罚。之恒哥哥，这事是你做的，如果你心里没有我，怎么会抢姐姐的功德给我呢？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不，我一直都只把你当妹妹，知晓你会身死，希望你死后能过得好而已。我爱的人只有南枝，这件事后我也一直愧疚在心。南枝，对不起。玄童仙子，你是此案的受害者，又是神职之身，依地府律例，你想如何惩罚这煽动香火、扰乱因果的谢之恒？让他去投胎吧，我不想再在这地府瞧见他。南枝，不要让我去投胎！你在哪里，我便要在哪里。扰乱公堂，藐视先职，徒三，罪加一等。来人，将谢之恒押去轮回。这一世他欠了情债，下一世便让他苦情一生。何日洗清身上罪孽，何日再结束。陆南石，你是疯了吗？真以为自己当了个什么仙子就不得了了？陆南枝，你敢动之恒哥哥，我要你的命！你要我的命？陆大人，你还没说我这前世的妹妹该受什么惩罚呢？陆清瑶，你享受了不属于自己的乞丐们的供奉，来世便只能做乞丐，把香火还回去，并且你的记忆不会消除，你会清楚的知道自己为什么成为乞丐。南枝，南枝，我心里只有你，你不要让我走！南枝，你原谅我！姐姐，我不是故意享受你的那些烟火的，我是你妹妹，你不能不管我。我还以为你的骨头会像你的嘴一样硬。作为你前世的姐姐，我教你一个道理，不属于自己的，拿了就要还。念在这些事在凡间时，你并非全局自知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下一世若能诚心行善，晚年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若你还是如此，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命运不会眷顾你。元尊，您的凡间恩怨已了，彻底散了。仙子，您回来了。陈夫人方才亲手做了饭，正搁正堂等着您呢。我知道了。南枝，快来，快过来吃饭。娘，多吃点儿。看你在外面忙的那副样子，魂儿都快熬干了。快尝尝这个你最爱的小炒肉。我在人间历劫不止一世，只要他们这一世不曾作恶，到了地府我便乐于护佑。陈夫人是第7世最疼我的亲人。南枝，怎么最近总是看到你在查查司那边出入？是不是出什么乱子了？也没什么大事，不过是把那一世该清算的账都清算了。是那一世的陆家吧？我听那些新来的鬼畜碎嘴，说那个什么陆家大小姐受了大委屈，陆母偏心至极，陆清瑶窃我器物，陆盼已判陆清瑶来世做乞丐，谢之恒也入了黑牢，凡人执迷，终须还债，散了就好。南枝，只要你现在过得好，娘就放心了。前儿那厨房送来的蜜饯，你若爱吃，便多留些，回头我再嘱咐他们做些新花样。仙子，府外有一个魂魄一直在纠缠，死活不肯走。谁？外头那人自称姓陆，说是您的母亲，要见你一面。南枝莫怕，有娘在，今日便要叫他知晓什么才是娘。难得有长辈替我出头，我自然乐得轻松。将人带进来。南枝，他是谁？我是南枝前2世的母亲，听闻你是上一世生他的人，到此有何贵干？南枝，你有几个娘亲？如今只剩下这一个，
其他的都已经投胎转世去了。可我们到底是18年的母女啊！南枝，我对你是有生养之恩的，你怎么能不认我？18年母女，就是那个让南枝初一十五忍受烈火焚身之苦，去替你的小女儿续命的18年，还是那个让南枝生生把相爱多年的未婚夫让出去的18年，甚至是连南枝死后，你都要冲到谢家去追着咒骂他，说他占了你宝贝小女儿位置的18年。我今日才长了见识，原来在你们那儿，母亲这2个字是这么写。我那时不是故意的，那些术士都说瑶儿才是真的，我不知道南枝才是真童子啊！我要是知道是不是真童子又如何？难道南枝今天是真童子，你便要牺牲另一个女儿，只对南枝好吗？你是一个母亲，为何要另一个女儿为姐妹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？难道陆南枝的痛就不是痛，陆清怡的命才是命？定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于心何忍？这些问题我不是没问过自己，只是每次都不敢多想，一旦多想便会锥心刺骨，后悔不已。南枝，娘知道自己错了，娘今日来是想求你救救你妹妹，她被查查司的人抓走了。陆清瑶已经被我送去投胎了，若你想跟着，我也可以让你和她一起去吗？你就真的一点不顾念母女之情？你妹妹她怎么说和你做了18年的姐妹？你继承了仙子，为何不照顾一点她？看到没，南枝，她竟然又怪起了你。陆夫人，你看着是后悔了，来求我原谅，其实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能安宁，因为只要我原谅了你，你以往对我的伤害就能烟消云散。纵使如此，你都掩盖不了你骨子里更爱陆清瑶这件事。你误会娘了。来人，把她拖出去。南枝，南枝，我是你亲娘。该投胎投胎，该过日子过日子，往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他。再见，便该是路人了。人间战争刚息，丰都正地，越界者魂飞魄散。大胆，竟敢直视玄童仙子，还不快走！玄童仙子，你是仙子啊？好，那就好，你过得好，那就好。若我命中必须失去一个女儿，爹希望失去的不是你，瑶儿。人山人海，往事如烟，这因果我也顾不上了。仙子，这批亡魂已悉数入库，您可以休息了。到森罗殿了。遵旨。回来5年了，天天在公务里打转。现在仔细一看，这位3界第一美男子的名号，确实名副其实。这腰身，这气势，可惜忙得脚不沾地，哪有闲心欣赏美男？召我何事？你回来也5年了。是，5年来属下兢兢业业，不曾懈怠。公务虽好，但你的情节还不曾考破。严君的意思是，我又要去历劫了。这次若是能勘破情节，你便能功德圆满，飞升为玄童神女，从此掌管3界秩序。你愿意去吗？当然愿意，但严君，我历劫7世，每一世的情节都失败，落得个不得善终。
我不懂，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看破？是放下，还是得到？这个嘛，本君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？那你是如何成为炎君的？你没立过情节吗？本君为地府孕育的正神，天生法相，何须历劫？真是跟你们这些天生神系无话可说。同样是为地府拼命，人家是天生正色，我得在凡间当8辈子受气包。这差别，为了那个玄童神女的位子，拼了！既然没别的事儿，那我去转生了。等等，还有事儿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一个人去了？炎君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迟迟无法看破情节，总困在玄童仙子的位上，也不是个事。恰好，本君近日也觉地府政务繁多，久居上位恐失了人情变通。本君也打算立一次节，亲入凡间，感悟人情冷暖，才能更好的治理地府。所以，本君便陪你去立这一次节吧。堂堂地府之主，屈尊陪我一个失忆专业子历劫，这是什么人间疾苦？不愧是炎君，随手一挥便能强开轮回通的，比我们这帮要排队的仙子强多了。走吧。生了，是个小公主。这一世，我竟投胎成了受尽宠爱的嫡公主吗？孩子，你是前朝皇室唯一的血脉，这一世一定要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炎君临走前不是说要和玄童仙子去人间幸福美满的过一生吗？怎么这一投胎，一个成了当朝公主，一个成了前朝叛党，这哪是幸福一生啊？这不明晃晃的弄成了宿敌，要相爱相杀了吗？大道理你们不懂，越是坎坷，才越会珍惜。若是平平淡淡，南枝又怎能明白什么叫刻骨铭心？放心吧，这一遭走完，他们定会手牵手，一起回到地府。